娘们儿在一起怎么办？哎呦！乘风破浪的姐姐终于开播了，这个节目真的没有让我白等。第一期刚结束，撕逼就开始了。但我没想到的是，撕逼不是姐姐跟姐姐撕逼，而是姐姐跟评委撕逼。Hello， 大家好，今天是许久未见的蹭热点小王。这周五，乘风破浪的姐姐刚刚上线，选手叮当就在微博写起了小作文，公开 diss 评委杜华，打响了姐姐们的第一炮。开炮！叮当这么生气的原因，其实就是跟我们一样，看到节目中的下面这一段视频。叮当他是一个很好的歌手，但就是唱得太好了，你就会显得别人太差了，所以放在团里面的话反而是不和谐的。我觉得他个人 solo 发展的话，可能会比成团发展会更好。叮当这个微博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来这儿是为了赢的，结果你因为我唱的太好听了，你给我打个低分。那你要是这么选人的话，那你赶紧把我淘汰了吧，真的我不玩了。但人家杜老板赶来这节目，人家也不是吃素的，1个小时不到就用40个字干练的进行了回复。有的人可以独自闪耀，有的人可以成团光芒，不一样的优秀，都是最棒的。乘风破浪的姐姐，大概意思呢也挺豪横，就是你赶紧自己 solo 去吧。那这杜华到底是何方神圣呢？他是怎么做到从30位这些姐姐们手里边把戏抢走的呢？大家应该都知道，韩国有一家特牛逼的娱乐公司叫 SM， 像什么东方神起啊、Super Junior 啊、少女时代 EXO 都是他们家的。而杜华老板创办的乐华娱乐被称为中国的 SM， 孟美岐、吴宣仪、程潇、王一博、李文翰、范丞丞。全都是乐华的。杜华今年39岁，其实只比向他开炮的叮当大了1岁而已。他之前还曾经干过逼着自己家孩子去参加变形记节目这种事儿。我想和我一起过生日。我好孤独。在变形记里面呢，他还向节目组透露，他当年生这个孩子的时候还没有开始自己的创业生涯，孩子都快生了，那边还在处理工作呢，他就在电话里边跟老板说：“老板，给我几个小时，先把孩子生完。”2009年呢，杜华开始创业，创建了乐华娱乐。到10年的时候，乐华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娱乐公司。这时候刚好赶上在韩国大红大紫的这个韩庚跟 SM 解约，打算回国了。没想到啊，杜华最终战胜了一众牛逼的传统娱乐公司，说服了韩庚以股权入股的形式加盟了乐华。这个事件呢，不仅成就了乐华，也成就了韩庚的自己。从10年开始呢，乐华开始布局偶像经济，建立偶像流水线。他们开始选拔一些有潜力的13、14岁的这些小孩，然后送去韩国培训。那像王一博啊、孟美岐啊这帮人，就是这个时候被他们选中的。所以呢，从搭建女团的角度，让杜华来当评委没毛病。但问题在哪儿？这个节目要搭建的这个女团，跟杜华以前搭的女团，它是一个东西吗？回到节目第一期呢，评委通过4个维度来给选手打分，分别是声乐表现力、舞台表现力、个人特质以及成团潜力。这4个维度啊，看似朴实无华，但是呢，用这种数据来量化一个人成团的价值，要比很多节目评委尬评要专业很多。杜华呢，打分的点是个人特质和成团潜力，这2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娱乐圈资本在挑人时候看的东西。别问我杜华咋知道的，资本看啥，人家杜华就是资本。个人特质呢，其实就是说你跟别人的差异化在哪儿，这些差异化的特点呢，最终在日后能够决定你到底能被多少人记住。你就比如说小王个人特质在哪儿呢？在脑袋大，对吧？很多人因为我脑袋大，或者是长得像谁谁谁把我记住了，这个其实就是我的个人特质。另一点，成团潜力就是这一次争议所在了，就是说你这个人放到团里边到底适不适合，你到底适不适合做女团。叮当的评分是75分，声乐23，舞台表现20，这2个数都不低，毕竟每一项的满分就是25。结果杜老板呢给人家个人特质打了个17，给成团潜力打了个15。你要知道啊，他给刚刚出场完的黄圣依个人特质打了23。成团潜力打了24，那给出这么大悬殊比分差距的这个杜华女士呢，给叮当3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你今天没跳舞，你会跳你没跳，你太保守了。第二就是你今天选这歌《小小鸟》，我们都听过，那么大家都听过，你选了一个大家都听过的歌，你太保守了。第3点就是他在背后说的，看一条视频里边放的那个，说你唱太好了，这个你显不出来其他人。然后呢，之前他给黄圣依高分的时候，他咋说的呢？他说黄圣依长得好看，身材高挑，对吧？适合做女团。说实话，现在整个偶像经济市场搞的都是流水线，基本上都是市场经济这一套。所以呢，杜华这一套东西呢，在商业逻辑上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你在参加一个节目，你是一个娱乐公司的老板，在公开场合，你怎么能把这些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呢？你让你们家公司那些成团在团里的那些艺人情何以堪呢？就通过这2波发言，基本就能看出来，杜华其实捧别人还是很厉害的，但是在自己上台这件事儿，他还不是特别有经验。在节目里呢，还有2个细节，正好又
次印证了这一点。一个呢，就是他们给这个选手们发这个牌子是 X 还是 Dance 啊，还是 Vocal 啊，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说清楚发这个牌子的逻辑是什么，这就导致最后选手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说我该选择什么样的牌子，也没有明确的说是到底该自己选还是应该他们发。所以呢，整个这个逻辑不光是选手感觉特别乱，观众感觉也特别乱。另一个就是后来这个大家排名都做好了，然后按排名去选择分组，人家许飞都选完了，他跟人家许飞说一句：“许飞，你要不要换一个？”许飞，你要不要换一下？我换去哪里？我不知道你要换去哪里。许飞尴尬不说，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别人都听见了，能换，整个现场就全混乱了，好多人全说要换，你这是破坏了节目的规则呀！就整个这一期节目下来，给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杜华没有搞清楚这是在节目里边还是在他自己家公司。即便我们就当这是你们家公司，咱们就从成团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先搞清楚这个团的卖点到底是什么。它肯定跟传统女团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你总不能抓来一批文科生，让人家现场做奥数题，人家没做满分，你还说人家菜吧？相比之下呢，黄晓明在这个节目里边所体现的这种态度跟情商呢，真的是让我对他路转粉。其实杜华这个人呢，他本身专业性是在的，但是呢，如果他能再稍微摆正一下他的态度呢，然后呢，再好好的去理解一下这个从没有过的女团到底应该做成什么样，对于观众的观感也好，然后其他选手的体验也好，会好很多。那今天呢，聊完他之后呢，咱们再顺带聊一下这个节目本身。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我是真心的想吹爆它。整个节目组呢，敢想敢做，Producer 101的模式敢拿过来给这些30岁以上的姐姐们来用，找来的这些姐姐呢，平均咖位也不低，还能让他们在台上配合你们蹦蹦跳跳，真的很离谱。而且呢，虽然大家都是姐姐，但这个年龄跨度非常非常的大。伊能静今年已经52岁了，金晨今年才30岁，跨了20多年，多少个沟啊！而且啊，估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一个问题，虽然这30个人在一个屋子里边，但是你要想到，已经过去10几年了，大家起点可能都很高，但是这10几年过去，每个人的境遇不一样，混得好的，混得坏的，差的非常多，人和人之间阶级差异、地位差异非常非常的大。你把他们放在一起，让他们硬尬聊，整个这个场面呢，真的是堪称大型《甄嬛传》现场。多数姐姐们呢，在娱乐圈也都混了10几年了，我们能明显的从他们的言行中感受到岁月和成长带来的那种积淀。比如说张含韵跟阿朵在05年的时候都是湖南台力捧的 super star， 结果15年过去了，看着镜头前他们现在的样子，再去翻看他们过去15年的这些经历，不仅让人感慨万千。当我看到比我妈还大的伊能静和钟丽缇在舞台上完成表演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姐姐真的是在用实际行动来诠释年龄不能为我们的人生设限。看完整个第1期之后呢，我深刻的明白里边的每一个姐姐真的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写一本书。所以呢，我决定从今天开始研究解学，成为一名优秀的解学家。如果你也跟我一样对解学感兴趣，请为这个视频多多点赞3连，只要这个视频点赞破5000，我将单独开设一个新的系列，咱们就来盘点一下这些优质的小姐姐们的一些故事，讲讲解学。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伙伴们，咱们下期再见。